這個地方真的太漂亮了，感覺不像在日本，像在瑞士。Hello， 大家好，我是夏目漱口。這次的目的地是日本北阿爾卑斯山腳下的田園小鎮安潭野市。安潭野市位於日本长野縣中部，地處日本北阿爾卑斯山腳下。這裡自然資源豐富，以清澈的雪融水、山葵種植和田園風景聞名，也是長野縣最具代表性的觀光地區之一。今天就跟隨我的鏡頭一起去安潭野市，眺望長野縣宛如瑞士一般的風景。這次乘坐的列車是JR中央線特急列車阿茲薩號，從新宿站出發，全程為指定席，車輛運行時間約為2小時40分鐘。途經甲府、走訪湖等觀光地之後，到達長野縣松本站。新宿到松本的票價約為6730日幣，然後換乘JR大司線，開啟本次的安潭野的旅程。現在已經到了長野縣的松本站，今天是坐這個中央線的特快列車阿茲薩來到了松本。今天從新宿站出發的時候，原本預計是9點出發的車，但是上錯了一輛，做成了9點03分出發的，然後到達的時間晚了1個小時左右。現在剛剛到達松本站。现在在松本站，等一下要换乘1.09分的大司線去到穗高附近，大概還有30分鐘左右的時間，在松本站吃點東西。從松本站站台看出去的風景非常的漂亮，周圍群山環繞。在車站買了個便當，準備先把午飯解決一下，然後等一下要乘坐1.09分的大司線去到穗高站。现在已经到了穗高这个车站。安潭野市的这个穗高站，在这邊租了一輛自行車，準備在北阿爾卑斯地區逛一逛。這邊的風景很好，而且今天天氣也特別的好。這個車站而且顯得特別的古樸。
这附近有一个叫做吉祥山東光寺的地方，它的這個門口放了2雙特別大的木屐，好像是可以站上去拍照的。现在去一個山葵種植的農園，大概離車站有10幾分鐘的這個自行車的路程吧。但這邊基本上已經到了一個非常田園風光的地方了，很漂亮。這個地方真的太漂亮了，感覺不像在日本，像在瑞士。這裡真的是非常漂亮的田園風光，長野縣真的很美，兩邊都是高山，然後中間是一個山中谷。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大王山葵的種植基地，然後在它的外圍有一條非常清澈的溪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水裡的水草。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大王哇薩比山葵，也就是芥末的這個農場，在長野縣的穗高附近。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農場，它這邊有一個俯瞰圖，規模特別的大。這個遮光膜下面就是山葵了，而且它這邊是有源源不斷的在供水的。山葵的生長對於水質的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長野縣這邊的這個水應該是非常乾淨的，也比較適合這個山葵的生長。这個地方還是挺漂亮的，有很多楓葉。里面是新鮮採摘上來的這個山葵，他們正在挑選和清洗。这里的水真的非常的清澈，这个水是这邊的北阿爾卑斯山上的這個雪融化的水。安潭野是日本著名的山葵產地之一，北阿爾卑斯山的雪融水經過地下長時間過濾後，形成常年清澈穩定的水源，非常適合山葵生長。而這裡種植的水山葵以香氣濃郁、口感清爽而聞名。在這個山葵的農場旁邊有一條河流，很神奇，它一半是清澈的水，一半是渾濁的水，而且流速非常的快。这個清澈的河流和這個渾濁的河流沒有混合在一起，它這邊有一塊牌子，有一個簡單的說明。是說渾濁的河流是一般河流，是叫萬水川，然後清澈的河流它是100%的這個泉水的，叫做蓼川，然後兩條河流的這個水質是不一樣的，最終也是因為溫度，所以兩條河流這個水沒有混合在一起，還挺神奇的。再往這個方向看一下，好像有一些可以看的景色，而且就在這個路牌的下面，有一條非常清澈的溪流，非常的清澈，這個水。長野縣的這個水真的太乾淨了，風景太好了。
這邊真的很漂亮，已经想不到什麼形容詞來形容這的景色了，就是很悠閒，很漂亮。我感覺人還是喜歡這種田園風光吧。這裡有一個叫做水色的時間道祖神的一個，應該是神社吧，很小的一個地方。这附近逛的差不多了，现在準備重新騎車回到車站去，因為已經快到傍晚了。这里有一個早春賦的碑，看一下，好像是一首歌。它這邊還有一個八音盒。现在骑車已經回到了車站附近，然後車站附近有一個叫做穗高神社的地方，進去看一下。穗高神社位於穗高車站附近，這裡有被視為海上守護神的穗高見命。作為完全與海隔絕的長野縣，這樣的神社非常的特別。據說安壇野的名字來源於古代的安壇族。安壇族是一個擅長航海與水上貿易的氏族，後來沿着河川遷徙至穗高地區定居，也因此將海神信仰帶到了長野縣的這片土地上。安壇野也是這個戀人的聖地，應該這個穗高神社就是求姻緣的地方。如果有需要求姻緣的話，大家可以來這個穗高神社，應該是很靈驗的。這裡還有一棵叫做孝養山的杉樹，樹齡已經有500年以上了，非常的大。然後它這邊寫了，據說是，只要去用手觸碰這個杉樹的話，這個就會變得更加健康。這個樹真的非常的大。穗高神社逛得差不多了，現在準備騎車回到車站，然後把車還掉之後呢，再去酒店。
這就是今天騎過的車。現在已經回到車站附近了，然後補充點糖分，買了一個蘋果汁。長野縣的蘋果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這個蘋果汁應該是挺好喝的吧，而且它是100%的果汁。然後在車站面前还有一家是賣那個精釀啤酒的，進去看一下。應該是長野這邊安潭野附近的這些地方的有特色的一些啤酒吧。哦，不過已經關門了，關店關得好早啊，已經歇業了。今天已經關掉了。松本行きが有明駅を渓谷通り発車いたしました。从穗高车站坐2个车站就可以到这个豐科站、豊島站。今天晚上的酒店定在了豐科。這個是長野縣的吉祥物，叫做阿魯庫瑪，這個很可愛。這個車站感覺沒有剛剛的這個穗高站繁華。今晚住的酒店就在車站旁邊，就是非常中規中矩的一個日式的簡約商務酒店，很小，但是它的床是雙人床。這就是全部能看到的房間。然後這邊是有洗手間，洗手間還是比較跟一如既往的這個設施還是挺齊全的。這裡有一個安潭松川的公路休息站，剛剛路過，過來看一下。這裡賣很多花苗，看一下這個公路休息站的風景，它是可以看到長野的那個高山的。这裡賣很多的這些點心，還有伴手禮，有很多是蘋果的，因為長野縣的蘋果比較有名。還有就是長野縣的蕎麥麵也很有名，叫做信州蕎麥，
所以它這邊也賣很多這種生的蕎麥面，可以買回去煮来吃，有很多种類。长野县的这个野泽菜也很有名。长野真的有名的东西太多了，都非常的好吃，然后种类又丰富。在公路休息站的地方买了一個放有芥末的一個辣椒粉，還有是2包味噌醬菜，但是都是辣的口味，感覺很下飯。這個全部加起來大概是1200日幣左右。接下來要去一個地方，是這邊做瓶裝水的這個工廠三得利的一個工廠。去參觀他們的工廠，但是比較遺憾的是，這個三得利的工廠裡面是不能拍攝的，所以只能進去看一看，然後在它附近逛一逛吧。現在已經到了三得利天然水的這個工廠附近，這個是北阿爾卑斯信濃的一個工廠。它這邊超級的大，是一個感覺像是一個森林公園一樣。它見學可以參觀的地方好像是在這個5號這邊，然後其他還有一些可以逛一逛的地方。約的時間是11點，要提前預約才可以進來，但是參觀是免費的。這裡有一條河流，叫做汝川，是因為這個河流裡面有很多這個花崗岩的岩石，然後呢，這個水流在這個岩石的衝擊之下呢，呈現出一種乳白色，才得以這樣的一個名字。剛剛在停車場附近，工作人員已經確認了這個預約的時間，然後還給了這麼一本小冊子，一個宣傳的一個小冊子，還挺好看的。這個就是平時我們在便利店或者超市可以買到的這個三得利水的這個包裝的這個圖案，其實還是蠻相似的。然後打開來，裡面是這個樣子的，有很多內容。這個就是三得利的這個水啦，平時在便利店都會買來喝的一個水。它的產地有好多，就是每個地方都是不一樣的。然後這邊就是屬於北阿爾卑斯的產地。現在已經走到了這個三得利天然水工廠參觀的這個入口處。這個隧道裡面用了一個藍色的燈光，應該是模擬這個水的一個形象吧。哇，像一個迷宮一樣，而且有點像在參觀一個那種建築美術館的感覺。
它這裡有一個天井，四四方方的。这裡面的空间感真的非常的漂亮，虽然它只是用了一個灰色的水泥來制作的。從這邊出來又回到了一個自然的公園裡面。怪不得三得利要把這個工廠建造在這個地方，真的環境太好了，非常的漂亮。前面這個小木屋就是它的這個入口處，真正的這個工廠的入口處。這邊真的非常的漂亮，感覺完全是一個徒步和可以來野營的場所。然後这個工廠裡面，它有一個拍照的地方，可以拿着他們的水，然後跟這個後面的景色合影。還有是一個可以吃到刨冰的一個咖啡店吧，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飲品，應該都是用他們這裡的水做的，內容很豐富哦。在剛剛三得利工廠裡面的這個咖啡店買了一杯咖啡，500日幣，味道還挺不錯的，就是量稍微有一點少。現在這邊工廠的這個參觀已經結束了，然後準備開車回到松本，基本上行程就到這邊就結束了。現在已經到了松本站，然後它的車站面前有一個非常大的哥斯拉的雕像。感覺做的特別的真。然後今天是日本黃金週的最後一天，大家都要回城了，所以人特別的多。原本這個特急列車是全部都是指定座位的，但是因為人太多了，所以呢，就變成了是沒有座位的人也可以上車。它這邊也有寫。就是開往新宿方向的這個特急列車呢，已經滿座了，但是呢，可以買就是沒有座位的票，因為本身這趟特急列車上面是沒有自由席這個座位的。等一下坐2點11分的車回到新宿，感覺人很多，應該早一點進去，所以在松本這邊也就沒有時間逛了，就打算在車站這邊買一點東西吃，然後
待會兒上車。北阿爾卑斯山的雪融水流過安坦野的小鎮，孕育了這裡獨特的田園景色。如果想要旅行卻不知道目的地，或許可以來這裡眺望一下日本的瑞士風景。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